哦，好，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 T01這款新的小比例史達，盒子現在還沒有，目前只是一個樣板的階段。我們來看一下設計如何。配件帶了4個藍色的噴火特效鍵，硬的材質啊，通透感做的還是不錯的。這個地方有些尖銳，小心一些。一把小劍也是有上塗裝的，另外還有合體大劍的劍刃，一把可以變形的大槍，有塗裝的分色，上面這裡還嵌了一個透明鍵。來看一下飛船的形態吧，整體來說，合體的飛船樣子做的還是非常漂亮的，而且因為是日式机甲，到了后来勝利之鬥爭的時候，我覺得已經有了很多的勇者味道，所以体型上面来說也是那種偏超级系的風格。確實，史達也被人們稱之為0號勇者，其實也屬於是塔卡拉這邊從變形金剛到勇者的一個承前啟後的作品。合體的飛船形態差不多在29公分左右，拿起来還是挺有分量的，沉甸甸的，它料子給的很厚實，裡邊也大部分都用了合金的骨架，身上的涂裝漆面的效果，金属光泽感也是非常闪的。下邊設計了4組導輪，其實這個飛機還是可以推動的。我們把小飛機從裡邊摘下來，注意這裡邊有2個很長的扣子，先把小飛機後方的這個起落架往開拨一點點，哎，這個時候再撬出來。這2個扣子倒是使用了尼龙的材質，韌性特別好。就可以把它摘下来了。後邊的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翻開，起落架的這一塊其實裡邊有一個稍微定位的點啊，放在這個角度它就回落不下去了，支撐起來，然後把前方的机翼双關节折疊開，核心的这個小飛機就掏出來了。哎，造型來說也是很漂亮的，塗裝亮閃閃的。下邊這裡看人形的軀體，2個胳膊和身體整個露在這裡啊。從側面看，這一塊的起落架支撐起來以後，3個輪子就可以支撐在地上了，倒是也能推機。我們來把它變成人形，水平尾翼往後翻折，腳的伸出，整個的往開拉。它用這一塊的起落架做成了後腳跟，哎，這個樣子支撐起來，接地的幅度就更大了。不錯啊，這個想法還是挺有趣的。上方這裡有2個插扣，掰着後邊這裡脫開，然後 Z 字折疊雙關節把膝蓋拉出來，這2塊就可以180度對折上去。接着前方的機頭整個拆下來，裡邊是一個插扣，打開駕駛艙，沒錯，在這裡邊還有一個更小的人兒，哎呀，還不好摳啊。我們打開這一塊的胸板，從下方這裡頂一下它的腳丫子。哇，太小了！這個量下身高只有不到2厘米，1.8公分左右，這麼點的一個小人兒，竟然還做了好多的關節處理。哦喲，很極限啊！就還有轉腰，哇！上面還做了一些塗裝分色，臉部雖然沒有塗裝啊，這麼點兒也沒法上了，但是也能看出來有一些小的細節刻畫。哇，放到身體裡邊的時候，我們把腿部往後背一下，跟這樣疊成一個小方塊，就可以把它放到胸口裡邊的空間。哇呀，這個太小了，哎，裝進去就行了。接着把2個肩膀順着這一塊的關節給它拉平打出來，翅膀下方這裡有2個滑槽，整個的往開揪一下。接着整個的背包往後拉，中間有一個滑槽，拉出來之後我們旋轉一下，拉出來最大的空间之後，把它對折，順着腋下這裡疊放進去。疊放好了之後，再把這個滑槽往內推。另外的一邊也是，我們從這邊看一下，先旋轉到斜着的角度，把這一塊的轉軸拉到最下面，哎，对折，讓過來腋下的空间，往內收，再把這個滑槽推進去，整個背包翅膀就疊放在了身體的中間，然後我們旋轉180度過來，貼好，2個肩膀放下來，這裡邊是一個雙段的關節，小臂的部分拉長，腿分開。整個來看，身形修的還是非常漂亮的啊！整個胸口、腰腹部、腿部的曲線以及4肢的比例，
背後的背包也不會顯得特別厚，它把翅膀疊放壓縮在了中间的夾層裡面，很好看啊！而且該有的可动也都是没有問題的。胳膊在旋轉的時候，注意一下這一塊跟背包的位置。二头肌、胳膊肘、手腕這裡還能轉，而且好的一點是啥？它這一塊竟然沒有偷膠，比 MP24 讀的還嚴實。腰部左右旋轉，甚至還有獨立的彎腰關節。胯部的这個軸也是挺緊的，來回活動的範圍幅度很大，沒有問題。膝蓋這裡變形的需要90度，哎，差不多能遮到這兒。腳踝左右也是有大範圍的接地的，它是整腳直接掰下來的一個接地。人形的身高差不多在9.5公分左右，小人的頭雕細節刻畫的也是很漂亮的。眼罩這個地方單獨做了藍色的金屬漆面分色，胸口的造型刻畫、塗裝面都挺一絲不苟的，可以，而且這個質感特別的好啊，料子主要給的厚，白色的表面也是上了非常亮閃閃的漆面。用肉眼看起来的光泽感會更強一些。这把槍可以放在手心的這個洞裡邊，握起來還是挺巨大的一把，像是步槍一樣的東西啊。但是目前這個扣子插的不是很緊，看看大貨的時候能不能把這個地方調緊一些。變成合體形態也非常簡單，我們把手臂縮短，緊緊的貼放就可以了，不用把肩膀拉下來。兩個腳扣子插合，然後把這一塊整個的腳和腳後跟收進去，順着膝蓋的位置往上折疊，接着從胯部這裡再往上折，哎，疊放成這個樣子，稍微帶一點傾斜角度。飛機的機頭也是人形盾牌的部分，我們把這一塊先打開，然後把這鼻尖摘下來，掏出這個大件的剑刃，鼻尖插在下方，順着這裡邊2個扣子把它插進去，再蓋上。史達合體形態的大寶劍，掏出大飛船的馬甲，頭部從這個扣子拔下來，2個天線左右打開，這裡邊是尼龍的材質，韌性很好，不用擔心。然後90度給它往上翻，稍微的8字打開，臉部在裡邊是有一個滑槽的，拉下来露出眼睛，垂直尾翼、水平尾翼跟這樣疊放收納起來。後邊的背包拆開這一塊，連接襠部的扣子，順着裡邊雙段關節往前翻折，中間這裡是一個合金的連桿，扣到上方，鎖住。盾牌順着這一塊跟大腿上邊插合的2個扣子卸下來，裡邊的握把給它翻起來，前方的起落架1段卷、2段卷收進去，這2個合體的接口扣子90度翻下來。下方的起落架收納膝蓋裡面，然後順着上方的這一塊肩膀位置，整個的葫蘆鎖打開，繼續拉到頭，再鎖定，把這個葫蘆鎖鎖到上方去，拉到頭會有鎖定的吧嗒一聲。2隻腳整個的翻折打開，裡邊都是合金的零件，起到了配重的效果和支撐穩定性。中间有一個咬在一起的扣子，我們把這裡脫開，側面這裡有2個結合的插口，把它拉開，整個拳頭套在裡邊，把這一塊蓋子翻起來，收納貼進去，胳膊就可以拉起來了。腿部這裡稍微的往開掰一掰，根部有齒輪關節，我們把這一塊先折90度，然後把這塊蓋子蓋回去的時候，裡邊有插扣，給它鎖上。接着再掰下來，大腿調到正面，膝蓋轉過來。另外的一邊也是揪開袖子，這裡2個插扣插的還是挺緊的，這一塊掰起來，收納。其實，在這一塊 Z 字折疊套上去的時候，根部還有一個插扣是跟膝蓋灰色關節裡邊插着的。我們現在把它打出來，這邊的鈎子折疊進去，鎖上，這裡的扣子再插上，擺正，大腿扭好。裝入核心的小飛機，從上到下滑進去，打開這一塊，左右2塊灰色的零件把它包住，包緊之後，側面這裡還有2個插扣，
再把腿收回来，把这2个插扣锁上。我们稍微整理一下，把肩膀的这一块放平扣好，最后给它把帽子戴上去。哇，这个人形身材的样子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很帅气的一个日式机甲风格。背後這裡還有插扣，大件如果不拿在手上的時候，可以順着這裡背在後背進行收納，也可以把這個握把翻平，通過側面的袖口這裡的扣子放在手臂上，拿出小人的槍，我們把它延展開，打開上方這一塊，旋轉180度，中間的槍管拉起來一定的角度，然後翻轉過來，把後邊的這個握把整個的放下來，哎，貼平，再把這蓋回去，扣上。就變成了加長的一個大步槍。在史達手裡握持的時候，這兒有一個插口，上方這一塊還有一個洞，跟這兒扣進去，同時結合。盾牌配光槍，這個樣子看起來甚至有一種高達的味道。人形完成以後，到頭頂的高度將近24公分，到肩膀最高處在27公分左右。畢竟在動畫的設定裡邊，史達的個頭本身就很大，它是一個大的飛船，裡邊的小人是一個正常的小比例身高，套上大馬甲，將來以後是要跟合體金剛去幹的。正好前幾天咱們玩的這款 DX9 mini 的超級人來，放在一起看一下效果，這個身材比例竟然非常的合適。脖子360度旋轉，點頭抬頭，這裡邊是一個獨立的關節。肩膀旋轉之前，打開這一塊翅膀的部分，360度就不會干涉了。平舉胳膊，把肩頭這個地方往內折一下，就可以舉到90度多一些了。前提是你這一塊肩頭必須得拉到最上面，那個葫蘆鎖卡住就沒有問題了。二頭肌根部360度旋轉，胳膊肘這裡是雙段關節，屈臂的幅度非常大。手腕左右旋轉，手掌這裡邊還獨立做了一個向上抬起的關節，全指可動的手指。OK， 腰部360度旋轉，注意背包這一塊尖兒的部位啊，稍微避讓一下，就可以扭過來了。獨立的彎腰關節，這一塊的彎下來幅度還是挺大的。而且胸口這裡還有一個左右的擺動軸，胯部有一個向下拖的關節，拉下來以後前踢的幅度非常大。這裡邊並沒有設計齒輪，而是尼龍對金屬的一個阻尼關節，關節的阻尼感調教的還是非常不錯的啊，很緊實。別看它是一個小比例啊，這條腿還是很重的，裡邊都是合金的骨架。後踢因為有這個下拖關節的存在，所以也能抬到非常大的幅度。側抬這裡邊是齒輪關節，定位感做的還是不錯的，而且虛位不是很大。最關鍵的這個左右是那種密集的小齒，它不會像掰一齒就 A 字接地特別大的一個幅度。你看，只掰一齒只有這麼一點點，所以 A 字站立會很漂亮。也不會影響到大腿根部這裡360度旋轉，其實是一個變形的需要。其實大腿可以看到很明顯的一個色差感啊，外邊的這個顏色深，裡邊顏色淺。我也是跟廠家反饋了一下，我說你顏色能不能把這個玩意兒統一下來啊？其實是因為這兩塊是一邊塑料零件，一邊合金零件，上漆以後這個質感不太一樣了，所以會有色差。看看它後續出貨以後能不能把這個地方調整好吧。膝蓋因為變形需要，這裡左右還能旋轉。腿部折動的時候，這裡也是雙段關節，屈腿的幅度也是超級大的。腳踝左右接地有一定的幅度，前後活動因為變形的關係，可以從腳踝這裡直接的扭。這一塊還能獨立的活動，這個軸也挺緊的。另外在擺造型的時候，雙手握劍這一塊還能折出一個蝴蝶關節，範圍很大。劍柄專門做的很長啊，就可以雙手握持，擺出這個大張翼刀流。甚至我還專門測試了一下，因為關節緊實程度做的不錯，可動範圍也很大，葉師傅蹲也是輕鬆的勝任。哎呀，好久沒有玩具能做出來葉師傅蹲這個穩定的平衡性啊，哇！太帥了，哎，他就這麼穩嗎？在如今小比例行業這麼內卷的前提下，還做出來這麼帥的一款史達，哇！整個的一個做工質感是讓我這次最滿意的地方，料子給的跟不要錢似的，拿起來一個小比例玩具沉甸甸的合金感以及厚重的用料，再加上全身漂亮的塗裝，整體修下來的這個美型效果，超高的可動，變形結構並不複雜，但能做出來非常漂亮的人形和飛船形態，哇！可以說這款史達沒什麼太有挑頭的了。我倒是很期待這一款真的如果再出獅王的話，合體上以後的效果，那得有多帥。說起來，獅王咱們翻回來講，為什麼史達被稱之為0號勇者啊？
可以看到中間的這個飛機也是把腿一團放在胸口。好多的勇者系列其實也都是這麼做的，一個小汽車變成胸口的部位，或者一個小飛機插進去。後續的 DLC 馬甲升級呢，也有好幾座是用獅子的形態拆碎了，给它穿上增高鞋、飞行背包啥的。所以呢，從根儿上来說啊，史達0號勇者它就是这麼做的，以至於後續的這些勇者系的玩具，其實或多或少都會有這個傳統遺留下來。就以目前手上的這個玩到的樣品來說，哇 ，T01這家伙指不定是哪個的馬甲呢，做出來的素質它不像是個新手啊，這款的素質超級的高。模具的精度了，包括它的用料材質了，該用合金用合金，該用尼龙用尼龙，都是非常靠譜的，而且真的没啥挑头了，太棒了！就看看这款最終的定價如何了。要說我唯一能挑出的毛病啊，肩膀這個位置會露着2個很明顯的螺絲孔。尤其放在正面的地方啊，這個真不應該。如果真的說能有一個填補螺絲的蓋子的話，不過仔細看一下。這一塊也太淺了，就算加個蓋子也扣不進去啊。倒是把翅膀蓋過來之後，多少還能擋一些。除此之外，哇，這一款史達相當的滿意了，真不錯呀。以上便是這一款 T01的史達樣品把玩，大家覺得這一次的史達做得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一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